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美股节目啊，我是大家的富帅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在上周五啊，美国的三大股指，而且是市场最关注的一个指数标普500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这时隔2年之久的这个新高啊，它的出现肯定会让很多关注美股、投资美股的小伙伴非常的兴奋。但是呢，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新的一轮烦恼，就是幸福的烦恼。美股新高之后，我到底该不该走，该不该止盈啊？还是说呢，继续持有？如果持有，我后面我该怎么操作啊？要拿多久呢？对吧？或者说要不要加仓呢？这相信是各位啊新的烦恼当中啊，就是最集中的一个烦恼。这是1周啊，这是1个月啊，这个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迄今为止啊，就是其实也就是1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啊。那么上周的话呢，其实很明显，对吧？就是2个股指，一个是纳指啊，一个是这个美股纳指标普，还有呢就是日经指数，2个国家的股市啊，这个领涨全球。那么这个呢，在国内啊也引起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热点，对吧？2款啊国内的 QD ETF 啊，一个是日经，一个是纳指。国内的这个价格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溢价啊，而且的话呢，最猛的啊，这个美股50的这个 ETF 啊，国内的这个产品啊，这出现了连续2天涨停板，然后呢，溢价度达到20%的这样的一个夸张的一个程度。看一下美股在上周啊，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板块啊，包括各个标的啊，基本上也是非常鲜明的啊。整个科技板块基本上全部都是上涨的，然后呢，涨幅最明显的是这块啊，这块就是芯片半导体啊，然后其中。大家可能看的比较明显的啊是这个英伟达，对吧？周度涨幅8.52%，但是呢，它旁边的一个小弟啊 ，AMD 涨幅其实是最多的，涨了17.7%啊。那么这个是芯片板块，芯片板块呢上周有迎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啊，有这个投行上调目标的啊，然后呢也有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台积电，对吧？台积电公布它的一个财报啊，然后呢对明年的这个业绩指引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提升。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 Meta 在周五那天晚上啊，宣布要购买大量的这个 GPU 啊。那目前 GPU 的话呢，市占率英伟达排第1啊，然后 AMD 排第2。所以呢，英伟达没有办法吃下那么多的情况下，那么市场就预计 AMD 会分到不少的州，对吧？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溢价的一个表现。好，然后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明星科技股 Tesla， 对吧？那上周周度比较惨啊，其他的科技股基本上都涨了，对吧？你看苹果虽然涨得慢，对吧？也涨了3.2%，对吧？微软涨了3.65%啊，这2个是2家新的股王啊，2家之间在互相比这个市值。然后呢 ，Tesla 上周是跌了6%的一个幅度啊，这块也是跟新年之后的持续的一些负面消息啊，包括降价啊。包括这个马斯克的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董事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要这个话语权的一个不愉快，那么再加上这个薪资的一个结构啊，那么再加上本周要公布 Tesla 的一个财报啊，所以种种的一些迹象呢，是使得市场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抛售的或者说规避短期股价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具体等到这个 Tesla 财报公布完之后啊，才能够去判断啊这一波的调整是否已经结束了。本周啊有非常多的明星科技股要进行明星股啊，不光是科技股，明星股要公布财报，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啊，当然是收盘之后就会有奈飞啊 Netflix， 然后呢明天盘前啊有几家这个跟电脑芯片相关的，对吧？有这个阿斯麦啊，有 IBM， 然后 Tesla， 对吧？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到了礼拜4啊有英特尔，对吧？你包括这个金融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在线金融，对吧 ？Visa， 对吧？他们来去公布这个财报啊，所以说本周就是风险就是在于什么？这是财报的一个风险啊，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这一块的话呢，美元流动性跟美股走势是一个高度相关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上周给到的一个标题是流动性指标再次抬头啊，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但是并没有新高，对吧？然后我们预期的话呢，会带动着美股创出新高，那么这周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对吧？流动性指标再次跟着这个美股的一个走势同步的一个新高啊，同步的新高。好，但是的话呢，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宏观的，这边讲一下这个技术的一个角度。技术角度的话呢，虽然创出新高了，对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股的一个
这个无论是这个 NACD 啊，还是包括 RSI 啊，其实都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背离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高位背离的话呢，技术其实就是在提醒大家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新高之后的一个调整啊，新高之后的一个调整，这是技术层面的一个信号啊。好，那么短期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呢，我想给大家讲的一个点就是，美股这一轮毕竟是2年以来的新高啊，然后呢，在2年新高。创出来之后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过去的一些历史的一个数据啊，都是新高创出来的那一天，然后呢，之前有长期一段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15个月以上，就1年以上的，1年以上没有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那么我们做了一下推断啊，做了一下历史数据的一个收集啊，那我发现1月份1个月之后的表现，平均涨0.9%，一个季度平均涨2.9%。半年涨6.6%，一年之后涨将近12%，而且呢胜率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啊，就是1年胜率能达到92.3%，所以换句话说呢，美股新高之后啊，大概率是能够继续上涨的。这个就跟我开盘的时候讲过啊，就是大盘它这个刚刚收复之后啊，它是有一定的惯性的，对吧？那么这个惯性，我们按照1月、3月、半年、1年的一个周期来算的话呢，其实表现都还不错啊，尤其是一个季度和1年的表现啊，胜率是最高的92.3%，然后1年的涨幅能达到12%。那么这块也是跟我们今年啊大选年对美股的一个涨幅的一个预判，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吻合的啊。所以从长期来看，大家不要慌啊，新高之后你拿得住啊，只要你的标的不出现自己的一个业绩上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大概率还是能够去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收益表现啊。